俄军补给小队3分钟全灭，俄军前线弹药口粮双荒。乌1日清5平方公里俄军，俄日损400人，地下巷战成噩梦。俄前线惨败，乌6小时收复3城，撕开俄军防线。乌远程打击再次重创俄罗斯能源体系，境内机场被迫关闭。美国态度转变，德货跟进金牛座，北约军援升级。俄罗斯威胁下，东欧5国集体退约。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10月15日凌晨，乌克兰军方发起大规模无人机突袭，目标直指俄罗斯巴什克尔斯坦共和国境内的乌法炼油厂。这一被誉为俄罗斯最大炼油中心的设施再度遭受毁灭性打击。现场画面显示，一架乌军重型无人机低空掠过城市上空，直扑乌法炼油厂方向。俄方防空系统虽紧急启动，但未能有效拦截。随后，炼油厂区域升起滚滚黑烟，火光冲天，远处民众惊慌聚集观望。乌法炼油厂年综合产能超过2600万吨，是俄罗斯石油供应链的战略枢纽，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600公里。这意味着乌军已能熟练实施超远程精确打击，对俄境纵深目标构成实质性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这已是乌军4天内第2次袭击乌法炼油厂。此前10月11日的空袭曾迫使多个厂房停产，而本次攻击的规模更大，连带导致乌法机场紧急关闭，当地互联网通讯一度中断。与此同时，卫星图像确认，俄罗斯苏科多尔纳亚油站也在近期被摧毁。该地是俄方有益原油管道的重要节点，其被毁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能力。同一天，乌克兰无人机还首次打击距边境1800公里的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3年零8个月的全面战争中，该地区首次响起防空警报，民众紧张不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紧急向居民发送警告短信，当地工厂紧急疏散，互联网出现干扰。俄防空部队尝试拦截无人机，但空中引发巨大爆炸与耀眼光圈，让民众恐慌升级。这一事件再次表明，俄罗斯地域辽阔，但没有任何一处真正安全。乌克兰无人机正在重塑战场规则，即使远离前线，俄民众也将直接感受到战争代价。另外，乌军总参谋部确认，其无人机部队袭击了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油库，摧毁16个油罐，并击毁克拉斯纳波利亚纳地区一座 P-18雷达站、奥列什基一座无人机指挥所，以及马基耶夫卡附近一处弹药库。克里米亚多地加油站关闭，燃油短缺波及至俄本土，莫斯科地区出现排长队加油现象。乌方官员指出，这些袭击旨在切断俄南线补给动脉，削弱其黑海战区作战能力。费奥多西亚石油码头拥有高达25万吨的油库，是南线俄军石油供应的关键枢纽。俄军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等地的油料，很多时候都需从克里米亚调拨。这一重要转运节点遭袭，势必对俄南线作战行动造成影响。从此次事件中可以得到2点启示：第一，尽管俄罗斯攻势凌厉，对乌克兰造成了巨大压力，但乌军仍具备反制能力。他们能够组织针对俄实控区的深度打击，显示出组织和作战能力依然在线，距离兵败如山倒仍有很长距离。第二，俄防空能力依然堪忧。乌军多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俄本土目标，包括莫斯科及战略轰炸机机场。克里米亚距离前线并不远，但乌军依然能够发现并利用俄防空漏洞，这对俄军来说绝非疏忽大意所能解释。另外，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最新报告，自乌克兰9月以来持续攻击俄境能源设施后，俄罗斯炼油能力已下降约50万桶每日，总产量降至500万桶每日。9月燃料出口量暴跌至10年来最低点，仅240万桶每日。成品油出口收入减少 4.4 亿美元，石油与燃料总收入降至134亿美元。IEA 预计，俄炼油行业至少要到2026年中期才能恢复正常。俄罗斯政府被迫向短期停产的炼油厂拨款数千亿卢布，放宽补贴规则以维持国内供应。但补贴政策难掩能源危机现实。乌克兰持续袭击的不仅限于炼油厂和油库，还包括泵站、港口码头以及电厂。
俄煤炭行业更遭遇30年来最严重损失。能源困境正直接削弱俄军后勤能力，战线补给愈发吃紧。乌克兰部队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根据乌军总参谋部10月15日最新通报，乌军在短短24小时内完成了对波克罗夫斯克沿线约 5.4 平方公里区域的清理行动，成功拔除了俄军外部据点，并摧毁多处阵地。突击部队乘胜推进 1.6 公里，扩大了灰色地带的控制范围。与此同时，在交火最激烈的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乌军也实现局部反攻，将残余俄军逐出弗拉基米里夫卡村。俄方仍在不断调集兵力，企图向尼卡诺里夫卡与扎特肖克方向突围，缓解合围压力。然而，乌军防线保持稳固，多次反击打乱了俄军的攻势节奏。据悉，俄军出动16辆步兵战车、1辆主战坦克及大量步兵向沙科夫博伊基夫卡、费多里夫卡、巴拉汉方向推进，但很快被击溃，损失12辆装甲装备，数十名士兵阵亡，更多人受伤。乌军趁势推进约 1.6 公里，并在 3.4 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搜索作业，清理残余的俄军渗透分队。乌军统计，自8月以来，俄军仅在这一方向就损失超过 1.3万人，却始终未能取得突破。分析人士指出，波克罗夫斯克的得失对俄军防线具有关键意义，其地理位置直接影响到东部战场的整体态势。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指出，我们正在清剿渗透的俄军破坏小组，212.9 平方公里敌军活动区域已被压制。这背后是乌军第155机械化旅的精准打击。日前，该旅火炮部队在南部郊区截获一支试图撤离的俄军装甲分队，视频中 T-72坦克被炸腾空的画面，成为社交媒体热传的名场面。要知道，现在波克罗夫斯克已成名副其实绞肉机，俄军每日400人损失，相当于一个营级战斗群消失。乌军通过防御反攻循环，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反推 180.8 平方公里，并缴获大量俄军未销毁的电子战设备。外界认为，俄军目前正遭遇3重困境，一方面是战术僵化，过度依赖装甲突击，忽视无人机与电子战协同。另外，指挥低效，前线部队需等待48小时才能获得炮火支援。还有一点是士气低迷，社交媒体上拒绝进攻的帖子增多，甚至出现整连投降。反观乌军，北约培训的风暴阴影操作员与 F-16飞行员已形成战斗力，而俄军苏57战斗机仍因维护问题长期趴窝。战争正从钢铁对决转向芯片与算法的较量。另外，波克罗夫斯克1号矿井深320米，巷道总长度超过130公里，常年温度30摄氏度，湿度90%，手机一进坑道就报废。这片原本是顿巴斯经济命脉的矿区，如今成了乌俄特种兵的地下绞肉机。日前，乌军第73特战中心派出4人小组携带机器狗白鼬下井，每只机器狗挂载4枚意大利黑寡智能雷，可在30米内自动感应履带金属并引爆。俄军则派出4-8营特种兵，携折叠式温压火箭筒，遇到拐角先打一发空气炮，瞬间1700摄氏度火球抽干氧气，连钢制工具都能融化。当双方相遇，乌军先用机器狗引爆，俄军撤后30米回敬温压弹。巷道里钢轨扭成麻花，水位涨到膝盖。乌军宣称控制主通道，俄军则发视频显示摧毁乌军机器狗。地下战几乎完全依靠感知和判断，心脏的消耗远超地面炮战。一位乌军特种兵回忆，地下没有前后方，每一步都可能是最后一步。温压弹爆炸时，耳膜被气压撕裂，接着是绝对的黑暗，手电筒照不透烟雾。这是一场高科技与低成本的对抗。乌军用3万美元的机器狗换俄军10万美元温压弹，账面收益巨大。日前，顿巴斯在线鏖战，俄乌两军1日内在多个战线爆发149次激烈交火。俄方6个合成旅多线突击，却被乌军无人机编队精准锁定，陷入补给崩塌的泥淖。空中猎杀与电子干扰
正共同改写这场战争的节奏。最新战情显示，149次交火集中爆发于顿巴斯铁路枢纽、第聂伯河渡口与哈尔科夫工业区3大战略要地。据悉，在顿巴斯，俄军企图切断诺维斯克镇的补给通道，双方展开27次反复争夺。乌军凭借无人机实时制导火炮，成功阻止俄方突破。在哈尔科夫工业区，俄军空降兵突袭未果，乌军依托巷战加无人机猎杀模式，在32次建筑物争夺战中将敌军逐出城区。第聂伯河方向，俄军出动150架次无人机封锁渡口，乌方以蜂群战术迎击，当日击落23架俄机，成功保持小规模物资输送。另外，在第聂伯罗州的林代公路上，无人机战争的残酷场景日夜上演。乌军操作员通过远程系统布设铁蒺藜陷阱，刺穿俄军运输车轮胎后，引导无人机实施点杀。上周的一次行动中，一辆俄军弹药卡车被迫停车，随行越野车上前救援，却在3分钟内被连续3架无人机摧毁。爆炸火光照亮夜空，整支补给小队瞬间被抹除。乌军无人机部队指挥官透露，仅9月以来，乌方已击毁俄军127辆补给卡车，瘫痪3条主要后勤线，使俄军被迫以徒步夜运替代车辆输送，单日补给量骤降至原先的1/4。部分前线据点因弹药告急，甚至出现火炮仅能维持射击3小时的紧急状况。军事专家指出，乌军已形成发现及摧毁的战术闭环，侦察无人机负责锁定坐标，火炮远程覆盖，自杀式无人机完成收尾，有效削弱俄军的兵力与纵深优势。另外，俄军的后勤体系正遭双重打击，高价值雷达设备因畏惧无人机袭击，被迫后撤至前线45公里之外，导致防空监测出现巨大盲区。如今，俄军前线出现弹药与口粮双荒的严峻局面，弹药储备仅剩标准配额的28%，士兵日均口粮从3000卡骤降至500卡路里，部分部队出现非战斗减员。前线士兵在社交媒体上无奈留言：“我们已经用反坦克导弹去打无人机，这场战争正在吞噬理智。”在莱曼战场，乌军保持稳健反击，成功遏制俄军前进势头。俄方损失不断扩大，局部阵地多次易手。在别尔哥罗德与库尔斯克地区，乌军的无人机与炮兵袭击持续给俄军造成损失，多处俄军集结地与弹药库被摧毁。与此同时，苏梅方向也传来捷报。实时战况图显示，乌军已推进至奥列克西伊夫卡地区。尽管俄军夜间突击仍在持续，但乌方控制区相对稳固，态势明显优于红军村。此外，乌克兰边防警卫部队近日在北部梁斯克森林地带挫败了一起俄军渗透行动，成功歼灭入侵小组，确保了边境防线的安全。据悉，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突击队试图复制闪电战，却遭遇尴尬结局。乌军海马斯火箭炮与弹簧刀巡飞弹组成立体火力网，将俄军逼入残破建筑。更讽刺的是，俄军库里尔无人地面车在执行侦察时，被乌军 FPV 无人机直接击毁，机器对机器的较量以俄军惨败收场。为稳住库皮扬斯克战线，俄方紧急从后方调集第83、第7与第79摩托化步兵团等6个团级单位增援，但形势依旧不利。乌军在拉德基夫卡以西发动攻势，迫使俄军转入防守，未能进入库皮扬斯克市中心。俄军当前的作战方式被形容为盲目进攻，在前线陷入僵局后，便迅速沿1300公里接触线寻找薄弱点发起冲击，企图以局部突破扭转战局。然而，这种无序攻势的代价极为高昂，成果却微乎其微。乌军还在扎波罗热战场取得关键战果，第422无人机营成功摧毁俄军一套 P-18 机动目标指示雷达。另外，乌军还在扎波罗热东南方向打出一场漂亮的闪击战，仅用6个小时就收复马里谢尔巴基以及周边3个关键定居点，战线整体推进 3.5 公里。这场反击并不是盲打，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手术刀式突袭。乌军第33突击团和第24营联合行动，趁着俄军轮换休整的间隙突然出击。
前方侦察无人机先行锁定俄军火力点 ，FPV 无人机钻进壕沟点名，清除机枪阵地，随后火炮覆盖打击，步兵小组迅速跟进，清剿残余兵力。整个行动一气呵成，干净利落。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后证实，这次突袭不仅拔掉了俄军经营多月的防御据点，还俘虏了多名俄军士兵。乌军迅速在收复区域修筑新防线，相当于在俄军南部战线撕开了一道新的缺口。别看只是几个定居点，他们的位置却极为关键。马里谢尔巴基是奥里西夫方向的咽喉要地，北面能威胁俄军的补给线，南面则直指扎波罗热核心防区。俄军原本把这条防线当成屏障，如今被乌军强行撕开，相当于打开了向东南推进的大门。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是乌军近期在扎波罗热取得的第2次突破。几天前，第33团刚刚收复小谢尔巴基和斯捷波夫一带，如今又连下3城，把俄军的前沿据点一个接一个拔掉。有军事分析指出，照这个势头，乌军可能很快就会向俄军的纵深防御带发起冲击。令人意外的是，俄方至今对这次失利保持沉默。当然，乌军的这场胜利也并非没有代价。阵地战向来意味着高伤亡，这次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俄军处于轮换阶段，戒备松懈。在政治层面，美国态度亦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或将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外交层面向德方施压，推动德国对基辅交付金牛座导弹，可能成为西方向乌大规模提供远程打击能力的风向标。据彭博社和金融时报信息，白宫正敦促柏林拿出更具决定性的援助举措，若美方先行交付战斧，报道估计数量在20至50枚之间，将极大提振欧洲国家对向乌提供远程打击武器的意愿。而德国在欧洲军事与政治格局中的举动具有示范效应，若其决定出手金牛座，可能带动更多国家跟进。分析指出，乌克兰现有的国产导弹与无人机系统在若干技术环节上已显现德制技术影子，而美国若放开战斧供应，不仅提升乌军远程打击精度与纵深打击能力，也将标志着西方对俄政策的实质性转变。与此同时，欧洲多国正在大幅增加军费并重新装备。英国防大臣希利10月14日宣布，英国今年投入6亿英镑，加速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包括 FPV 与拦截型无人机。截至2025年上半年，英国已向乌方交付逾8.5万架无人机。同日，英国国防情报局发布最新战损数据，自2025年初以来，俄军已有超过30万人阵亡或受伤，平均每日伤亡约950人。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俄军累计伤亡人数已超过111万人，损失坦克4000至9000辆，装甲车约2万辆。北约官员称，俄方目前的伤亡与装备损耗远超可持续水平。挨着俄罗斯的几个国家突然集体做了一个震动国际社会的大动作，宣布退出渥太华禁雷公约。这项在1997年被视为人道主义里程碑的国际条约，如今被现实的安全威胁撕开裂缝。164个缔约国曾共同描绘的无雷世界愿景，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俄乌冲突的长期阴影下，白俄罗斯与加里宁格勒地区的俄军部署，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东欧上空。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直言，退出公约是守护北约边境的必然选择。芬兰也强调安全环境巨变，并指出地雷是低成本的防御工具，能够有效拖慢敌军攻势，为北约援军争取7至10天的关键缓冲期。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显示，合理布设雷场可以让进攻方损失率提升3至5倍。对于军力有限的小国而言，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防御手段确实有其现实吸引力。令人担忧的是，一场地雷军备竞赛可能正在被点燃。立陶宛计划年产30万到50万枚智能地雷，波兰军备集团更声称必要时可扩产至数百万枚。当生产能力扩张成为技术竞赛，全球禁雷体系的约束力也随之被削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
这股退约潮可能摧毁过去20年来为清除地雷所付出的努力。尽管德、法、意等西欧国家仍坚持履约，但东欧5国的行动已经产生破窗效应。俄罗斯随即在加里宁格勒部署 TOS-1A 温压火箭系统，公开宣称将实施对等反制。北约因此陷入两难，既要回应成员国的安全焦虑，又要维护国际规则的公信力。这场退约风波本质上是安全逻辑与人道价值的正面碰撞。在俄罗斯威胁的阴影下，地雷被视为穷人的原子弹，具有即时战术价值，但从长远看，它的代价是平民的生命与战后的荒原。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